嗨，朋友们，我是苏同学。你有没有想过，全世界每天卖出22亿杯可口可乐，但在过去几十年的商业长河里，除了百事可乐这个万年老二跟他演双簧，他居然连一个能打的真正竞争对手都没有。这背后的门道可不简单。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红色帝国到底是怎么建立起它那无敌的商业护城河的。你想啊，一个品牌要深入人心，最有效的方法是什么？是让人闭着眼睛都知道它该卖多少钱，对吧？可口可乐在这件事上可是做到了极致。时间回到1886年，有个叫彭伯顿的药剂师，也是个退伍老兵，他鼓捣出了第一桶可口可乐糖浆。那年5月8号，他把这玩意带到了亚特兰大的一家药房，倒在杯子里卖。当时别的冷饮都卖7到8美分，但他特别有心机，直接定价5美分一杯。他就主打一个平价，让老百姓都喝得起。后来，一个叫坎德勒的大老板买下了可口可乐。到了1899年，戏剧性的一幕来了，也是商业史上最著名的乌龙之一。2个田纳西州的律师跑来找坎德勒，说想把可口可乐装在瓶子里卖。当时的坎德勒觉得，汽水嘛，就得在冷饮柜现打现喝，装瓶子里能有什么出息？于是他大笔一挥，以$1的超低价格，把全美的装瓶权卖给了这2个律师。而且最绝的是，他甚至连这$1都没真去收，合同里写着装瓶商可以永远以固定价格找总公司买糖浆。唉，这下可口可乐总公司算是把自己的后路给断了。这在经济学里叫名义价格刚性。啥叫名义价格刚性呢？听着玄乎，我给你打个大白话的类比哈。假如你开了一家奶茶店，你把珍珠和茶底的配方以固定价格永久卖给了一个加盟商，不管他以后把这杯奶茶卖10块还是100块，你赚的原材料钱都是死的。那你想多赚钱怎么办？你只能逼着他多卖几杯，对吧？为了销量最大化，可口可乐总公司必须逼着零售商把价格死死压在5美分。怎么逼呢？那就是铺天盖地的洗脑式营销。虽然总公司不能直接在瓶子上印价格，但他们可以在你家楼下的墙上、公交车上、收音机里天天喊喝可口可乐5美分。你想想，全国人民都被洗脑了，都觉得可乐就该是5美分。这时候哪个小卖部老板敢涨价，敢卖6美分？消费者能把他的店给掀了。你发现没有？你看这招多狠，硬生生把一个商业合同漏洞变成了消费者心里的绝对锚点。这还没完，到了20世纪中叶，自动售货机开始普及了。1950年的时候，全美国46万台自动售货机里，可口可乐占了85%以上。那时候的售货机很笨，不能找零，只能投一个5美分的镍币进去。到了40、50年代，美国通货膨胀特别严重，5美分连成本都快盖不住了。可口可乐高管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想涨价，但售货机只认1个硬币啊，要改售货机程序或者要求投2个硬币，那成本简直是天文数字，消费者也不买账。你猜怎么着？可口可乐的总裁甚至跑去求美国财政部，说：“大哥，求您铸造一种7.5美分的硬币吧。”财政部一听，翻了个白眼，直接给拒了。后来，可口可乐还想出一招极品损招，叫官方空瓶策略 （Official Blank），就是售货机里每9瓶可乐就塞进去一个空瓶子。你要是倒霉抽到空瓶，就得再投一个5美分，这样平均下来每瓶刚好5.625美分。哈哈哈，这脑洞也是没谁了。当然，最后怕被消费者骂死，没敢实施。直到1950年代末，能找零的售货机慢慢多了，这5美分的硬扛才算结束。1959年，最后一瓶5美分的可乐卖出，这个坚持了70多年的神话终于谢幕了。但这70年里，可口可乐扛过了2次世界大战、大萧条、禁酒令，彻底变成了美国的文化图腾。好，咱聊完这神奇的历史定价，接下来看看它到底是怎么从你兜里掏钱的。很多人觉得可口可乐不就是个卖糖水的工厂吗？唉，你要是这么想，那可就太小看它了。可口可乐其实是一家极度轻资产的皮包公司，它的收入里只有大概42%是卖我们平时喝的成品饮料，而剩下的58%全是卖浓缩液。啥是浓缩液？说白了就是把水抽干，只留下那点黑乎乎的神秘配方原浆。你想啊，一瓶饮料里80%以上都是水，水多重啊，运费多贵啊。可口可乐把加水、装瓶、配送这些又脏又累又不赚钱的活儿，全丢给了各地的装瓶商，他自己只管生产那一点点原浆，然后舒舒服服的数钱。为了让大家看得更直观，我给大家列了个可口可乐商业模式的财务表。核心财务指标数据表现：浓缩液占比58%，成品饮料占比42%，综合毛利率61.6%，
净利润率约23%，全球碳酸饮料市场份额约45%。你看这个毛利率高达61.6%，这是因为浓缩液业务的毛利率极其变态，能达到60%到80%，而那些苦哈哈卖成品饮料的毛利率撑死也就30%到40%。这种模式专业术语叫特许装瓶系统，听起来有点费劲吧？咱用个生活化的小类比，这就好比你造自行车，最赚钱的不是去买钢铁、买橡胶，自己在那吭哧组装，最赚钱的是什么？是你手里握着最核心的变速器专利，你只卖变速器，剩下的车架子、轮胎让各地的代工厂自己去搞定。可口可乐就是这么干的，它在全球有超过200家特许装瓶合作伙伴，950多个生产基地。这个庞大的系统每天能把22亿杯饮料送到消费者手里。而且你发现没有，可口可乐对装瓶商的控制简直是出神入化。在美国有将近70家独立的装瓶商，可口可乐不仅卖糖浆给他们，还帮他们搞各种统筹服务，让他们看起来像一家人一样，行动一致。如果有哪个国家的新市场刚起步，没人敢去建厂投资怎么办？这时候可口可乐的装瓶投资集团就会亲自下场，花钱建厂铺路。等这个市场成熟了，赚钱了，他又会把这些工厂的股份卖给当地的大老板，套现走人。这就叫重新特许经营，进退自如，从不留恋重资产。你看，2015年的时候，装瓶投资还占总收入的52%，到了2025年，直接降到了12%。在2018年，他把加拿大和拉美的装瓶业务卖掉，轻松赚了数亿美元的现金。这样一来，可口可乐就能保持极低的资本支出，把大把的钞票省下来，去干嘛呢？去砸广告，去抢地盘啊！而且这种模式让可口可乐拥有了无与伦比的定价权。比如2024年，它的价格组合增长率达到了11%，2025年第3季度又涨了6%，就是在你根本没察觉的时候，它偷偷提价，销量还没怎么掉。你说气人不气人？好，咱搞明白了它是怎么轻装上阵赚钱的。接下来咱们看看它在超市里是怎么当恶霸的。如果你觉得我配方比可口可乐好喝，我包装比它好看，我是不是就能干掉它？唉，朋友们，别天真了，现在的超市可不是你想进就能进的。可口可乐真正的护城河是它在全球布下的极其恐怖的物理屏障。你知道它在全球有多少个销售网点吗？3300万个，而且它还投放了1400万台专属冷藏柜。这个冷藏柜的门道可太深了。研究发现，便利店的冷柜其实是个视觉屏障。消费者买水的时候分2步走，第一步远远的看过去，选定一个冷柜门；第二步走近了才在这个门里上下看品牌。你想啊，可口可乐直接把那些红彤彤的专属冷柜放在最显眼的地方，第一步就把你的眼球抓死了，其他小品牌根本连被看一眼的机会都没有，对吧？这还不算完，美国食品饮料行业的3大巨头每年要花超过500亿美元搞贸易促销，说白了就是买路钱，就是进场费。这就好比你要去菜市场卖鸡蛋，那个菜市场霸主直接塞给市场大爷一大笔钱，说大爷，门口最显眼的位置必须放我的鸡蛋，别的鸡蛋一律塞到臭水沟旁边的角落去。可口可乐就是这么操作的，从超市结账通道旁的小冷柜到显眼的端头陈列区，全被巨头用真金白银买断了。很多消费者权益组织都在骂，说这根本就是操纵市场，扼杀创新，让消费者一进超市就得面对垃圾食品的重重包围。但是没办法，人家有钱啊，这种排他性协议直接筑起了一道叹息之墙，小品牌连上桌的资格都没有，还怎么竞争？而且可口可乐不仅砸钱，人家还玩高科技，它利用 AI 和数据分析公司来精细化管理超市的货架平面图。以前排货架就是按品牌和大小排，傻大黑粗的。现在呢，它给每瓶饮料打上细致的标签，什么甜味剂类型啦，什么电解质来源啦 ，AI 一算，立马知道最近消费者喜欢无糖的，或者喜欢某种植物甜菊糖的饮料，然后可口可乐就飞快的调整货架，把最符合潮流的饮料推到你鼻子底下。这种降维打击，普通饮料厂怎么跟他斗？你发现没有？好，咱看完了他在渠道上的围追堵截，接下来再看看他是怎么从精神上控制你的。有句老话说得好，最高级的商战不是打败对手，而是把对手变成门槛。可口可乐的另一个大杀器就是他每年烧掉的天价广告费。你知道他每年在广告上花多少钱吗？平均下来大概是47亿到50亿美元左右。我给大家看一组数据，这是可口可乐最近几年的广告支出明细。你看到了2025年，
它的广告费甚至飙到了54亿美元。这钱都花哪了呢？以前咱们总能在电视上看到可口可乐的广告，但现在时代变了。为了抓住年轻一代的心，可口可乐把营销重心彻底从电视转向了数字化。2019年的时候，数字媒体只占它广告费的不到30%，到了2025年，这比例已经超过了65%。各种短视频、社交网络，哪哪都是它的影子。这种不遗余力的砸钱，砸出了一个人类历史上最值钱的商业符号之一。根据 Interbrand 的排名，2024年可口可乐的品牌价值高达612亿美元，全球排第7。哪怕到了2025年，稍微跌了2%，也依然有601亿美元的恐怖价值。在坎塔尔的排行榜里，2025年可口可乐的品牌价值甚至还涨了8%，杀回了全球前10，价值数百亿美元。内部估算更是夸张，觉得它的品牌矩阵总价值超过了1060亿美元。在很多国家，可乐这个词已经直接等同于可口可乐了。你想想，有了这么硬的牌子，这么牛的渠道，这么变态的毛利率，谁还能撼动它？这时候你肯定想问了，你说了半天，百事可乐不是一直在跟它争吗？哎，问到点子上了。接下来，咱就好好聊聊这场相爱相杀的可乐战争。其实啊，很多时候你以为的两虎相争，对老大老二来说，却是一场共同圈地的双簧戏。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就打响了著名的可乐战争。1975年，百事搞了个很聪明的百事挑战，让人蒙着眼盲测，结果发现单凭口味，很多人居然更喜欢百事。这下可口可乐急眼了，人在一着急的时候就容易犯浑。1985年，可口可乐高层一拍脑门，做出了一个极其愚蠢的决定，他们居然宣布更改那个100多年的神秘配方，推出了新可口可乐 New Coke。 结果你猜怎么着？全美国人民怒了，纷纷抗议游行，甚至有人囤积老配方可乐。可口可乐吓得赶紧在几个月后换回了原配方，但因祸得福，这次折腾反而让大家意识到了老可乐有多不可替代，销量立马反弹，把百事给打回去了。这场战争从口味打到包装，从迈克尔·杰克逊打到各种流行歌星，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就是这俩巨头把整个碳酸饮料市场的热度炒到了天上。在1975到1995年间，这俩公司的年均增长率高达10%，美国人均每年要喝掉53加仑的碳酸饮料，这是一个价值600亿美元的超级大蛋糕。到了今天，这场战争的胜负其实早就分出来了。在美国碳酸饮料市场，可口可乐常年稳占41%以上的份额，而百事可乐已经掉到了24%。股市上也是，可口可乐一直稳得像座山，而百事后来只能靠卖乐事薯片这种零食来支撑股价。但是这场战争最大的贡献是建立了一堵碳息之墙。这两个巨头天天砸几十亿美金的广告，天天在超市里抢货架，直接把整个行业的门槛拉爆了。试问，现在哪个创业者敢站出来说，我要做一款新可乐，干翻他们俩？资本会觉得你疯了。这就是为什么可口可乐没有第三方竞争对手的原因，因为老二已经帮老大把其他可能的新人都给卷死了。可是可口可乐的高管们也没有躺在功劳簿上睡大觉，他们知道现在大家都讲究养生，不爱喝含糖汽水了，那怎么办呢？可口可乐前任 CEO 詹坤杰非常果断，直接喊出了要做全饮料公司的口号：买，疯狂的买，买下全世界你爱喝的各种水。2018年，他花了51亿美元，一口气吞下了英国最大的咖啡连锁品牌 Costa， 接着又买下了运动饮料巨头 Body Armor， 直接跟百事的加德乐贴身肉搏。他甚至还专门成立了一个叫全球风险投资集团 Global Ventures 的新部门，由高管 Jennifer Mann 带队，专门负责消化这些买来的大品牌，榨取他们的价值。最近这2年，他的胃口更大了，他准备收购非洲巨无霸装瓶商 CCBA 的控股权，预计2026年完成。在尼日利亚，他买下了当地的果汁和乳制品老大 Chivita。2025年初，他甚至在澳大利亚买下了一个酒精饮料品牌 Billsons， 连年轻人的微醺市场也不放过。不管你是爱喝包装水、茶饮料、运动饮料、咖啡还是小甜酒，只要你买，钱最后都会流入可口可乐的口袋。而且最可怕的是，只要是被他买下来的品牌，立刻就能接近他那1400万台冷柜和200家装瓶商的全球网络里，瞬间完成降维打击。你以为他卖的是水，其实他收的是这个时代的过路费，你发现没有？好，今天咱们聊了这么多，来总结一下吧。为什么可口可乐几十年都没有竞争对手？因为它早就不是一家卖配方的糖水铺子了。
从早期70年不涨价憋出来的极端品牌认知，到毛利奇高的浓缩液商业模式，从豪掷数百亿美元买断的超市货架屏障，到利用可乐战争拉高行业壁垒，他把每一个环节都做成了死局。他建立了一张涵盖定价、供应链、渠道和品牌心智的天罗地网。这就告诉我们一个非常残忍的底层逻辑：在现代商业世界里，最终极的护城河往往根本不是产品本身，而是你制定游戏规则、分配利润网络的能力。那么最后留给大家一个开放性思考问题：你觉得在如今这个极度追求健康且 AI 推荐算法开始改变我们购物习惯的新时代，还会有什么全新的物种能撕开这道百年护城河吗？好，今天就聊到这，拜拜。